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。深夜时分，城市里有一群人在穿梭，他们便是外送员。每笔订单后，有可能是饥饿的顾客，也可能是异世界的求助者。5则外送员的灵异经历，一次次踏入那些诡异的住所，遭遇的不是普通的顾客，而是那阴冷诡谲的存在。以下将带来5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夜间任务，当真实与灵异交织，现实与阴影交错时，活人是否能顺利从中全身而退？5夜的404号订单。那天我已经送了一整天的外卖，精疲力尽，准备收工休息。就在我打算退出接单平台时，手机突然震动，跳出一笔订单。地址在市区最偏僻的旧城区，报酬竟是普通订单的2倍。思考着能多赚点，勉强接了下来。导航将我带到一栋年代久远的公寓楼前，楼道阴暗潮湿，空气中带着霉味。我走进楼梯间，抬头看到昏暗的楼层灯闪烁不定，仿佛随时会熄灭一般。地址是404号房，这个号码让人不安，但我不想多想，赶紧上楼完成任务。到达4楼时，整条走廊寂静无声，像是被时间遗忘的角落。我站在404号房门口，按了门铃。然而门铃按下后，内部一片死寂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我皱起眉头，试着多按了几下，仍然没有人应答。我觉得不对劲，掏出手机拨打订单上的联络电话，响了几声后竟被直接挂断。我尝试再拨一次，这次更是直接显示无法接通，像是那号码被瞬间封锁了一般。就在这时，咔嗒一声响起，面前的房门居然自己缓缓打开了，门内竟是完全黑暗的空间，仅有些微的光从楼道透进去，勉强照亮房内的一角。透过这一点光线，我隐约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立在不远处，好像在凝视着我，但那影子太过模糊，分不清是男是女，还是到底是不是人。您好，您的餐点到了。我努力保持镇定，声音微微颤抖，将餐点放在门口。可那影子一动不动，像是根本没听见我的声音。我迟疑了一瞬，转身准备离开，却听到身后传来微弱的低语：不要走。一阵寒意瞬间爬上我的脊椎，我加快脚步，不敢回头。走到楼梯时，我的手机忽然亮起，显示404号订单客户来电。我的手本能地划开接听，耳边传来一声低沉诡异的声音：谢谢你来。随着这声音响起，楼道的灯光突然闪烁起来，我惊恐地冲下楼，冲出公寓大门，跑到机车旁，才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。我飞速地离开那片阴森的街区，回到安全的地方后，我想查看订单记录，却发现这笔订单竟然消失了，像是从来不曾存在。1602号的黑衣女子。那天我接到一笔住在高级公寓顶层的订单，订单显示1602号。这栋公寓刚建成不久，住户多是一些社会地位颇高的人。送餐时间是深夜，但这对外送员来说稀松平常。准备好餐点，我骑着机车抵达公寓，按照指示走到顶楼。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整个楼道静悄悄的，只有我一个人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。我来到1602号房前，按下门铃。几秒后，门打开了，一位身穿黑色长裙的女子站在门内，灯光昏暗，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但她脸上似乎带着一丝微笑。谢谢。她的声音低柔，手指纤细地接过餐点。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时，她忽然轻声说：等等。她从身后拿出一张钞票作为小费。我接过道谢，但当我看着她那双空洞的眼睛时，一股莫名的不安涌上心头。她微笑着点头，慢慢将门关上。隔天，我又接到这位住户的订单。当我在公寓大堂等候时，碰巧遇到一位住在隔壁1601号的男子。他看见我手上的外卖袋，随口问我是送到顶楼的吗？
我们这层住户其实不多。对的，1602号的，我回答。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古怪，低声说道：1602号，那户人家1年前发生车祸，住户过世了，房子一直没人住。他瞥了我一眼，在观察我的反应。我瞬间惊住了，脑中回想起昨晚那位女子苍白的脸和那双眼睛，像是失去了灵魂。我立刻拿出手机想确认订单，却发现那笔订单的记录无法找到，像是被系统抹去了。夜深人静时，我总感觉耳边似乎还能听见他那句轻轻的谢谢声。午夜的孤儿院订单。某个深夜，我接到了一笔奇怪的订单，地址居然是一栋废弃的孤儿院。这栋孤儿院多年前发生过火灾，听说是小孩子们玩火引发的，整栋楼烧毁后再无人修缮。订单上写明了确切的地址和实物，报酬也高于一般订单1倍。虽然感觉诡异，但心想也许是哪位无家可归者的订单，我便接了下来。雨夜的城市寒冷又安静，我骑着机车在浓雾中艰难前行。孤儿院的位置偏僻，彷佛在阴冷的边缘地带，让人有种进入异界的错觉。我抵达孤儿院时，破旧的大门敞开着，内部黑漆漆的。鼓起勇气，我走进门口，低声叫道：“外卖到了。”这时，阴暗的走廊内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，像是小孩子在嬉闹的声音。但我知道这里不可能有孩子。脚步声逐渐逼近，我透过手电筒看到一道小小的身影，稚嫩的脸庞却苍白如纸，眼神空洞。我硬着头皮将餐点放在地上，低声问：“是你叫的餐吗？”那孩子点了点头，默默地将餐点拿起来，转身走入黑暗中，身影逐渐消失。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，另一声低语从走廊深处传来：“留下来吧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”我的手脚瞬间冰冷，转身就跑，雨水打湿了全身。我一口气跑回到机车旁，拼命发动引擎，却始终发不动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后视镜里突然映出一群苍白的小脸，带着诡异的微笑，密密麻麻地站在我身后，冷冷地看着我。我绝望地狂按油门，终于引擎启动，飞速驶离那诡异的地方。第二天，我查询订单时，那笔订单竟然被系统自动删除，订单号码居然无法查询。一样的订单。那天已经是凌晨1点多，我准备结束一整天的外送任务时，手机忽然震动，跳出一笔临时订单。虽然已经疲惫不堪，但当我看见这笔订单的地点时，心中有种熟悉的感觉。当时我并未多想，接下订单后便驱车前往。导航引导我来到一栋熟悉的老公寓，这栋公寓之前我来过一次，当时也是深夜。奇怪的是，那次的地址和这次竟然完全一致，连订单编号看起来都像是之前那笔订单的编号，只是时间相隔了几天。由于当晚太累，记忆有些模糊，只隐约记得这栋楼阴森无比，灯光昏暗，楼道寂静，仿佛住户早已搬空。我带着不安的心情再次来到那扇门前，门牌号码305在昏暗的走廊中若隐若现。我按下门铃，门却悄然无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按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门轻轻打开了一条缝隙，依旧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只见一只苍白的手伸出来，慢慢拿走了外卖。这次门内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，像是位年长的男子，低沉且缓慢：“谢谢你，又来了。”他语气中似乎带着某种隐晦的熟悉感，让我毛骨悚然。当时我只想赶紧离开，说了句客套话，便迅速下楼，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公寓大门。回到家后，我打开手机想看看那笔订单的详细记录，却发现系统中显示的订单号码与那天晚上的相同。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，这笔订单究竟是谁下的？重复的订单地址，重复的楼层，甚至那相似的声音，
那位订单人到底是谁？还是说根本不是人？这个问题在我脑中挥之不去，但我再也不想踏进那栋公寓一步。消失的乡间别墅，这是我唯一一次接到订单后无法找到地址的经历。那天接到一笔单价颇高的外送订单，送餐地址位于市郊外的一处别墅区，报酬高的让我觉得不安，但又不想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。按照导航的指示，我行驶在弯曲的山间道路上，周围的街灯零零星星，路况险峻，一路上竟没有遇到其他车辆。我的手机信号也在进入这片区域后开始时有时无。几经周折，我终于抵达导航所标示的地点。面前是一栋半旧的3层别墅，外墙上爬满藤蔓，院子里的草丛高得几乎遮住了门口。这栋别墅在这片荒野中显得诡异且荒凉，仿佛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。我敲了敲门，并且按下门铃，周围寂静无声，没人回应。我拿出手机拨打联系电话，耳边传来滴滴的响声，似乎有谁在接听。我刚准备说话，却听见电话里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喘息声，像是有人在用力呼吸。我不禁颤抖地问了句：“您是下订单的顾客吗？”电话另一端依然只传来喘息声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传来一个模糊的回应：“送进来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心中不安，打算将餐点留在门口便离开。就在我转身准备上车时，别墅的门竟自己缓缓打开了，一阵冷风从门内吹出来，夹杂着一股腐烂的气味。我下意识后退了几步，看着门内的黑暗，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。正当我想要逃跑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则来自订单人的留言。我就在里面，快点进来吧。声音低沉又沙哑，似乎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惨痛。我僵在原地，不敢多想，丢下外卖，飞奔回到机车旁，拼命发动机车，冲下山路。回到市区后，我心有余悸地打开手机，想确认这笔订单的联络方式，但这次连订单本身都不翼而飞，系统显示查无此订单。我试图拨打那个电话，却传来无此号码的提示音。几天后，我听说市郊的一处别墅多年前曾发生一起谋杀案，整家人被残忍地杀害。从此之后，那栋房子再也无人居住，甚至被列入危险建筑。我惊恐地回想起那晚的经历，心中一片惶恐，默默告诫自己再也不要接类似的偏远订单了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